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医学博士石原节史所著的《摄入过多的水分会引发疾病》这本书。大家可能都认为多喝水对健康有益，但是体寒、鼻炎、头痛、腹泻、精神不振等各种症状，可能都是由于摄入过多的水分所导致的。如果继续保持这种状态，可能会增加患上各种现代疾病的风险。如果你想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那么请从今天起，放下水喝得越多越好，以及多喝水可以排毒，使身体变得更干净这些错误的观念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为什么摄入过多的水分会导致疾病；第二，水毒对身体带来的各种不良影响；第三，如何排除水毒以恢复健康。首先，让我从第一部分为什么摄入过多的水分会导致疾病来开始解释。许多人认为多喝水对健康有益，有的人每天会喝2升水，有的人为了减肥还会喝更多的水。而且西方医学从大约30年前开始，就倡导通过频繁补水来使血液保持流动性，其目的是为了预防血管内的血块形成，避免血栓病。血栓病会导致心肌梗塞和脑梗塞，是非常危险的疾病。许多人认为通过大量饮水可以稀释血液，使其更加流畅，从而预防血栓的形成。然而，这种方法真的有效吗？遗憾的是，饮水并不能有效预防血栓。如果这种方法有效的话，过去30年里血栓病的发病率应该下降才对。但实际上，血栓病的发病率却在持续上升。当我们摄入水分时，水分会通过胃肠道被吸收到血液中，这时候血液中的水分确实会暂时增加。然而，人体具有自我调节的机制，会保持血液中的水分含量在一个恒定的水平。当血液中的水分过多时，多余的水分会通过人体的尿液排出，但血栓的形成材料，如红细胞、血小板、胆固醇、中性脂肪和纤维蛋白，则不会随着尿液排出。因此，单纯增加饮水量并不能预防血栓。相反，过量饮水不仅对健康无益，还可能引发水毒，导致各种不适和疾病。那么，水毒是什么呢？许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。水毒是指过量摄入水分对人体产生的不良影响。大家想一想就会发现，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。适量的雨水对大地有益，但过量降雨会引发洪水。植物需要浇水，但浇过多的水会使其根部腐烂。人类也是一样，我们在高湿度的天气里会感到不适。如果强行在人体内摄入大量水分，而身体实际上并不需要，那么产生不适感是必然的。我们的身体始终试图将体内的水分维持在约60%的水平。如果摄入过多的水分，不能及时排出体外，就会在体内积累，引发各种问题。水是继空气之后，人体生存所必需的东西。饮水固然重要，但只需摄入身体真正需要的量即可。如果身体并不感到口渴，却强迫自己喝大量的水，例如为了减肥而大量饮水，结果可能会导致水分不能有效的排出，积聚在体内，引发体寒等各种不适症状。体寒意味着体温下降，这会导致免疫功能下降，因为白细胞的工作效率会降低，同时肠和肾等内脏功能也会减弱，结果就是免疫力下降、水肿、内脏负担增加，最终可能导致各种疾病的产生。因此，认为水喝得越多越好，或者多喝水就能更健康的说法是一个错误的认识。为了避免体内积累多余的水分，通过适量的劳动、运动和洗澡等，利用出汗和排尿来排出水分是很重要的。要避免过度补充因为出汗和排尿失去的水分，只摄取身体真正需要的水分。水分的进出平衡一旦被打破，就会引发水毒。我们每天摄入的水分不仅来自饮料，还包括食物中的水分。每天我们摄入的总水分量大约在2100到2600毫升之间。假设每天摄入的水分是2600毫升，其中饮料、
包括水、茶、果汁等，约占1500毫升。食物中的水分约占800毫升。食物中的糖、脂肪和蛋白质在体内代谢后产生的水约300毫升。另一方面，每天排出的水分也大约是2100到2600毫升之间。假设每天排出的水分是2600毫升，其中尿液约占1500毫升，皮肤蒸发约占600毫升，呼气约占400毫升，粪便约占100毫升。这样一来，水分的摄入和排出量就保持了平衡。尽管如此，许多人为了预防血栓而喝过多的水，但实际上多余的水分会很快通过尿液排出，不能有效地预防血栓。其他多喝水的理由还有，比如听说喝水少的话，皮肤会干燥，尤其是在女性之间的对话中，经常听见这种说法。我们经常用水嫩、水灵灵这种词汇来形容年轻美丽的样子。水被视为年轻和美丽的象征，但是喝更多的水真的能让皮肤保持水润吗？总结来说，适量的水分摄入对身体健康非常重要，但过量饮水并不会带来更多好处，反而可能导致水毒，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。合理控制水分摄入，保持进出平衡，才是维护健康的关键。实际上，年轻人的体内水分含量较高，成人体内的总水分量约占体重的60%，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一比例会降至体重的50%左右。相比之下，拥有柔嫩肌肤的婴儿体内水分占体重的70%。体内水分的含量随年龄减少的原因是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细胞吸收水分的能力会逐渐下降。当细胞吸收水分的能力下降时，就会出现水分不足，进而引发衰老，皮肤自然也会变得干燥。因此，人们试图通过多喝水来向细胞输送足够的水分，以保持皮肤的水润。然而，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认为多喝水就能让细胞变得水润是个错误的认识。成人体内总水分量约占体重的60%，其中2/3，也就是40%的水分存在于60万亿个细胞内的细胞内液中，剩下的1/3，也就是20%的水分存在于细胞外的细胞外液中。年轻人细胞的水润主要是因为细胞内液的水分较多，即使大量饮水，但如果细胞吸收水分的能力较弱，无法将水分充盈至细胞内液中，水分就会积聚在细胞外液中。这种情况下，无论喝多少水，细胞也不会变得水润。实际上，水毒是指细胞内液中的水分不足，而细胞外液中的水分过多的状态。正如前文所述，水分的摄入并不是越多越好，适量饮水是保持健康的关键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水毒对身体带来的各种不良影响。下面列举的都是体内水分过多的特征，让我们一起来检查一下自己的体内是否水分过多。1. 容易出汗，即使不进行运动或洗澡，也会大量出汗。2. 眼皮浮肿。3. 经常流鼻涕和打喷嚏。4. 舌头肿胀。5. 双下巴。6. 运动时胃部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。7. 触摸腹部感觉冰凉。8. 经常腹泻或便秘。9. 尿频或尿量少。10. 下半身肥胖或腿部水肿。11. 容易水肿。如果您发现自己有多个症状符合的话，可能就意味着您的体内存在过多的水分了。对于上面这些症状，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很普通，平时不会太在意。我们会觉得自己出汗多、眼皮容易浮肿或者容易水肿等都是正常现象。但是这些症状可能是体内水分过多的表现。为了让人体的各个器官能够正常发挥出功能，需要保持一定的体温。如果体内存在过多的冷却水，身体会通过排尿等方式尝试排出多余的水分，以此来保持体温。结果就是可能出现以上提到的这些症状。接下来让我来简单解释一下几个症状。首先是经常流鼻涕和打喷嚏，以及经常腹泻或便秘的症状。当体内水分过多时，身体会试图通过打喷嚏、流鼻涕和腹泻等方式排出多余的水分。然而，由于肠道内水分过多，
导致肠道过冷，肠道动力减弱，也可能会导致便秘。因此，便秘也是水毒的一个可能原因。接下来是尿频和尿量少的问题。正常情况下，人一天会排7到8次尿，超过这个次数就可以判断为尿频了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一天排尿只有3到5次，可能是因为体内积存了过多的冷却水，这也可能是水毒的表现之一。虽然我们平时不会太在意一天排尿的次数，但是现在是个好机会，大家可以尝试记录一段时间的排尿次数。接下来是容易出汗，即使不进行运动或洗澡也会大量出汗的情况。关于出汗这一点，应该比较容易理解。即使没有进行运动或洗澡等能促使出汗的行为，如果您发现自己在其他时间也经常出汗，那么请务必关注一下自己的水分摄入量。此外，由于体内积聚过多水分，也可能会导致外观和腹部发生变化。首先是眼皮和下肢肿胀、双下巴、下腹突出、下半身肥胖或大腿内侧肌肉过多等情况。水分因为受到重力的影响会向下流动，所以如果你有上面这些现象，很可能是因为水分摄入过多而未能顺利排出导致的。双下巴和下腹突出也可能是体内水分过剩的迹象。通过调节水分的摄入量，这些问题可能都会得到缓解。另外，很多人可能并不太了解舌头肿胀的状态，但事实上舌头也会显示出水肿症状，例如舌头边缘呈锯齿状，或者因舌头过大而对内部牙齿造成压迫，形成牙痕，这都是舌头肿胀的迹象。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运动时胃部发出咕咚咕咚声的情况。还有一种情况是，当你仰卧并用右手的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轻轻敲击其上方时，也会听到咕咚咕咚的声音，这都可能是因为水分摄入的过多。如果您触摸到自己的腹部感觉凉凉的，那很可能是因为胃或肠道内积聚了过多的水分，导致了这种症状。当体内积聚了过多的水分时，会形成冷却水，从而使腹部感到凉爽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容纳了人体各种器官的腹部变得过凉，将会影响它们的正常功能。所以，请一定要注意控制水分的摄入量。至此，我们已经详细介绍了水毒的症状。有的人虽然发现自己符合上面检查清单上的内容，也可能认为这些症状并没有对日常生活造成太大影响，或者已经习惯了这些症状，所以认为并不需要太过担心。但是如果长期放任不管，过多的水分积聚将成为生活中的常态，那可能会导致无法挽回的疾病风险。作者并不是要吓唬大家，但为了让大家能够拥有更健康、更长寿的生活，还是希望大家能在这里了解到水毒的真正危险之处。接下来，我想更详细的解释一下过量摄入水分和体寒对我们身体的影响。首先，当体内的水分过多时，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变得容易受凉。为了保持体温，身体会试图通过排汗、排尿、呕吐、打喷嚏、腹泻等方式排出多余的水分。然而，如果身体无法有效地排出这些水分，这些水分就会在体内积聚。一旦体内积聚了过多的水分，就会出现各种症状，如肩颈酸痛、头痛、头晕、耳鸣、心悸、焦虑、失眠、胸闷等。此外，还可能出现青光眼、近视、足眩等疾病，甚至可能发展成心力衰竭等严重疾病。这表明摄入过量的水分可能会威胁到您的生命安全，同时你也会受到体寒的影响。当体内积聚过多的水分时，体寒会加剧，导致体温下降。实际上，正常健康的人的体温被认为是36.5到37.1摄氏度，但现代人的体温普遍下降到36度以下。一旦体温下降，将会产生许多不利的影响。新陈代谢会下降12%，糖和脂肪无法充分燃烧，导致高血糖和高脂血症，从而可能发展成代谢综合症。体温下降还会导致免疫力下降约30%，使人更容易感染各种疾病。据了解，
癌细胞在35°C时增殖速度最快，因此，如果您的基础体温低于35°，那就要格外小心了。此外，过量摄入水分和体寒还可能导致各种疼痛症状，如风湿、神经痛、关节痛、偏头痛等。对于那些因低体温而苦恼的人，尽管他们尝试了各种保暖方法，但体温仍然无法上升，那么也许应该怀疑自己是否平时摄入了过多的水分。当然，并不是仅仅因为摄入过量的水分才会导致低体温化。为了保护身体免受体寒的影响，预防各种症状和疾病，我想在这里列举出现代人低体温化的6个主要原因。首先是第一个原因，摄入过多的水分。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那样，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原因。接下来是第二个原因，缺乏肌肉运动和体力劳动。肌肉占据了体温的40%，但由于交通工具的便利和家务自动化的进步，人们的肌肉运动机会减少了。接下来是第三个原因，摄入过多的寒性食物。您可能听说过夏天应该多吃凉性食物，冬天应该多吃温热性食物的说法。根据中医理论，食物可以分为温热性食物和凉性食物。现代人摄入过多的凉性食物，导致了低体温化。接下来是第四个原因，过度限制盐分的摄入。举例来说，大约在60多年前，由于日本东北地区人们的摄入盐分过多，导致高血压和脑出血的病例增多，随即推行了减盐运动。然而，在盐分摄入量减少到原来的1/3以下后，东北地区人们患上了更多的抑郁症和风湿病等疾病，而高血压的发病率却并没有减少。事实上，东北地区人摄入较多盐分的原因是盐分具有温热的作用，这是一个自然的生理反应。盐分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，所以过度限制盐分的摄入是需要重新考虑一下的。接下来是第5个原因，不泡澡，只淋浴。泡澡可以让体温在10分钟内上升约1°C，并且可以促进内脏器官和肌肉的新陈代谢。然而，仅仅使用淋浴是不会带来同样效果的。如果您没有泡澡的习惯，总是用淋浴，那么我希望您能把这个习惯重新拾起来。接下来是第6个原因，过度使用空调。在没有空调的年代，人们夏天会出很多汗，通过流汗来调节体温，而现代人则习惯了用空调来对抗夏季的高温。在冷气室内和炎热的室外不断切换，会导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，难以有效地调节体温，引发各种身体不适。以上我列举了导致现代人低体温化的6个主要原因，其中包括因过多饮水导致的体内过度冷却。长期以来，人们一直被告知每天需要饮用2升水，多饮水对健康和美容有益。因此，有些人可能难以接受今天的主题，他们可能担心如果减少水分摄入会导致脱水。但作者明确表示，多饮水几乎没有好处，而且脱水是不太常见的。脱水应引起关注的情况包括剧烈腹泻、呕吐，在炎热环境下长时间运动或劳动导致大量出汗、长时间饮食限制、大出血等特殊情况。对于那些希望减少水分摄入但经常感到口渴的人，当细胞向我们发出更多水分的信号时，我们的喉咙会自然而然地感到干燥，这表明我们的身体需要水分。然而需要注意的是，即使细胞外液有充足的水分，如果细胞内液的水分不足，我们仍然会感到口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继续摄入水分而没有采取措施让水分被吸收到细胞内液中，只会加重水分摄入过多的问题。因此，那些经常感到口渴、经常大量饮水的人需要特别注意，在运动或洗澡后，确保身体得到了充分的加热和血液循环良好的情况下再摄入水分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如何排除水毒以恢复健康。要想清除体内的水毒，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？当然，不摄入过多的水分是很重要的，但还有一点同样重要，那就是确保摄入的水分能够进入细胞内。所谓的水毒，是指细胞内液中水分不足，而细胞外液中水分过剩的状态。
让我们举几个细胞外液中积水导致水毒的例子。如果水分积聚在细胞间质中，可能会导致浮肿等症状；如果积聚在血液中，可能会导致高血压；如果积聚在胃中，可能会引起恶心；如果积聚在肠道中，可能会导致腹泻；如果积聚在肺泡中，可能会导致喘息；如果细胞内水分不足，喉咙会变得更干，水毒会进一步恶化。因此，要建立一个确保细胞内水分充足的健康体系就显得非常必要。那么，如何才能确保细胞内水分充足呢？总的来说，要保持血液循环良好、体温适宜的状态下饮水，这样血液中的温暖水分更容易进入细胞内。建立良好的运动、洗澡、按摩等习惯非常重要，可以改善血液的循环。另外，通过摄入含有保持细胞水分的粘液成分的食物，也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。含有大量粘液成分的食材包括纳豆、秋葵、山药、鳗鱼、海藻等。这些食材有助于将水分输送到细胞内部，保持细胞的水润，对维持年轻有着重要的作用。我们应该积极地将这些粘液类食物纳入日常的饮食中。此外，中药中的五苓散是由5种药材组成的，其中4种具有利尿作用和将细胞外液输送到细胞内的作用，对缓解水毒的症状非常有用。综上所述，要将水分送到细胞内有3种方法。方法1，通过运动、洗浴、按摩等方式改善血液循环，保持体温。方法2，日常摄入富含粘液的食物。方法3，通过中药五苓散的利尿作用，将细胞外液输送到细胞内。最后，我们也要探讨一下，采用什么样的饮用方法和饮品才不容易导致水毒的产生。喝水的方式很重要，首先要注意的是喝温水，避免让身体变冷。另一个关键点是在出汗或排尿后再补充水分。通常我们吸气后就会呼气，进食后会排便和排汗等。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先进食再排泄是正常的，但事实上，人体的正常功能是通过先排泄来维持的。排便和分泌的过程是通过放松身体、促进副交感神经的活动来实现的。在排便和排汗时，我们通常会感到身心愉悦，尤其是在洗澡、桑拿或运动后出汗时。然而，如果过多的进食而排泄不足，就会导致恶心和腹泻等不适感。排便后再进食会使食物更美味，而在出汗或排尿后补充水分也会觉得水更好喝。因此，理想的饮水方式应该符合以下2点：首先是能够温暖身体的饮水，其次是能够促进尿液和汗液排出的饮水。事实上，有一种饮料同时符合这2点，那就是红茶。如果您认为自己有水毒或担心这方面的问题，不妨尝试将红茶纳入日常饮食中。除了红茶之外，其他温暖身体、具有利尿效果的饮品还包括焙茶、番茶、乌龙茶、苹果胡萝卜汁、香草茶等。相反，也有一些饮品会让身体变冷，比如纯净水、绿茶、麦茶、咖啡、凉茶、牛奶、啤酒等。然而，绿茶和咖啡中含有对健康有益的抗氧化成分。如果您喜欢这些饮品，并且每天都喝的话，作者建议您可以稍做一下调整。例如，在绿茶中添加1点梅干或天然盐，或者在咖啡中加入一些肉桂粉，都可以帮助身体保持温暖。尽管这些都是小细节，但饮水是我们每天都需要做的事情，积少成多。小小的改变会带来巨大的影响。希望今天的视频内容对您会有所启发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